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本期视频我们来制作一款深受大家喜爱、口感非常细腻湿润的古早蛋糕。在制作之前，要提前预热烤箱到150摄氏度，将低筋面粉提前过筛好备用。油选择味道不重的油，比如玉米油或者色拉油，以免影响蛋糕的风味。倒入到小锅中，放在炉灶上小火加热，直到能看到出现明显的油纹，加热到大约80摄氏度，然后倒入到小碗中。在倒的过程中，油温会稍稍降低，我们需要最终测量的油温在70摄氏度左右。然后倒入我们事先筛好的低筋面粉，用蛋抽搅拌均匀。我们用热油将面粉烫一下，不仅可以让面粉中的淀粉糊化，使它能够吸收更多的水分，让蛋糕口感更加湿润，同时也能破坏部分面筋，让蛋糕的口感更加松软。这一步的油温一定要控制好，最好能够用温度计来测量。搅拌好的面糊应该是很有流动性的，然后加入牛奶，先不用搅拌，放在一旁备用。准备5个鸡蛋，带壳大约60克一个，将蛋清和蛋黄分离，蛋清放在一个干净无油的大碗中，蛋黄倒入刚才的面糊中。分蛋这一步一定要在一个单独的小碗中进行，不然手一抖，不小心打破一个蛋黄，可能就会毁掉一大盆已经分好的蛋清了。蛋清中如果混入过量的蛋黄，容易打发不起来。将蛋黄、牛奶和面糊用蛋抽搅拌均匀。虽然我们之前用热油烫了面，但是它只会破坏部分面筋，所以这里还是尽量使用 Z 字形的搅拌手法，而不是画圈搅拌，来避免面糊起筋。这里我喜欢将牛奶和蛋黄一起搅，能够减少起筋的可能。如果你的面糊稍微有颗粒，可以先放在一旁，等到打好蛋清之后再来搅拌几下，就很容易搅匀了。搅拌好的面糊还是比较有流动性的，如果你的面糊特别干，完全没有流动性，那么可能前面的油温过高，把面粉过度糊化了。蛋清中加入少许柠檬汁，柠檬汁不仅能够改善风味，更重要的是能够让蛋白霜更加稳定。当看到蛋清出现鱼眼状大泡泡的时候，分3次加入细砂糖。如果你在打发蛋白时遇到问题，可以参考我之前发过的打发蛋白的专题视频。先用中高速打发，等到蛋白开始出现纹路之后，转为中低速来整理蛋白霜，这样同时更容易掌握蛋白霜的打发程度。速度降下来之后，可以看到大气泡从打蛋头的后面进去，再出来就是非常细腻的了。细腻的蛋白霜会让蛋糕有更加细腻的组织。现在我们提起打蛋器，盆中的蛋白霜能够形成像这样的大弯钩，打蛋头上的蛋白自然垂下，这就是我们做古早蛋糕所需要的湿性发泡状态了。如果蛋白霜打发得太硬，蛋糕膨胀过度，容易在烤制的过程中开裂。但如果打发不足，蛋白霜不够稳定，后面混合面糊的时候容易消泡。将1/3的蛋白霜加入到面糊中，用刮刀翻拌均匀。这一步的目的是将2种质地差异很大的材料中和一下，使本来浓稠的蛋黄糊变轻盈，更容易与其余的蛋白霜混合均匀。这一步我们混合到颜色均匀，看不见浓稠的黄色蛋黄糊条纹就可以了。把它倒回到余下的蛋白霜中，用刮刀以翻拌的方式混合均匀。将刮刀伸到碗底，将底部的面糊从侧面翻上来，然后转动盆子，重复这个动作。我喜欢像这样刮一刮碗底，可以避免有面糊沉淀。刮刀上的蛋白霜也稍微清理一下。我们翻拌到面糊颜色均匀就可以了。这时候的面糊还是非常浓稠的。如果过度翻拌，面糊会消泡而变得很稀，那么蛋糕就没办法长高了。烤古早蛋糕我用的是方形固底模具，因为我们要使用水浴法烘烤。如果使用活底模具的话，至少要在外面包3层锡纸来防止底部进水。如果你怕模具底部在长期水浴条件下氧化，也可以在这个外面包一层锡纸保护起来。因为古早蛋糕出炉后要立即脱模，所以我们要在模具中垫上油布或者烘焙纸，方便将蛋糕取出。将面糊从高处倒入到模具中，这样大气泡会在碗壁的边缘破裂。
然后轻震模具，让面糊分布均匀，并震出残存的大气泡。最后表面可以用刮板抹平整理一下。制作古早蛋糕，我们需要用到水浴法，这种方法给蛋糕提供一个蒸烤的环境，可以让蛋糕口感特别湿润，同时也帮助防止蛋糕开裂。找一个大一点的深烤盘，深度至少要能盛2厘米左右的水，将烤盘放置到预热好的烤箱中，大概在中央高度位置就可以了。然后向外面的烤盘中注入1.5到2厘米深的温水，150摄氏度烤70分钟左右。因为水浴法的缘故，烤箱中央的实际温度会比150度偏低，我们只要让烤箱的内部温度保持在130到150之间就可以了。如果烤箱温度偏高，也会导致蛋糕表面开裂。蛋糕烤好之后，马上拿出烤箱，将模具在桌子上震几下，震出热气，可以很好的防止蛋糕回缩。古早蛋糕不需要倒扣，直接脱模，撕掉油布即可。蛋糕表面摸上去不会有沙沙声，就说明烤熟了。传统的古早蛋糕无需等到冷却，可以趁热切开使用。热气腾腾的蛋糕，摸上去 Q 弹 Q 弹的，组织非常的细腻，掰开可以听到轻微的沙沙声，就知道它有多湿润了。当然，这款蛋糕冷藏后食用也是非常美味的，冰冰凉凉，细腻湿润的口感，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它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同时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哦。我是一小点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